这一路曲折又漫长，有许多鸟语和花香，忘了他曾走在你的身旁。这一段奔波太过匆忙，有时来不及回头张望，忘记他。在人的海洋听一听你的脚步，别把爱丢下迷了路，松开已久的手，可以再次紧紧握住。听一听你的脚步，等一下身后的幸福，空了太久的心，可以再次拥有它的爱情永驻。这一路曲折又漫长，有许多鸟语和花香，忘了他曾走在你的身旁。这一段奔波太过匆忙，有时来不及回头张望，忘记他。听一听你的脚步，别把爱丢下迷了路，松开已久的手，可以再次紧紧握住。听一听你的脚步，等一下身后的幸福，空了太久的心，可以再次拥有它的爱情永驻。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吵吵闹闹，分分合合，吵完了和好，和好了又吵。可是我们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们结婚了，我们连孩子都有了。就算不为了别的，我们为了孩子，好不好？孩子，你不提孩子还好，提孩子咱们就说说孩子。为什么瞒着我？我瞒着你什么了？你结婚以前就怀孕了，你为什么瞒着我？你疯了吧你？别演了，焦妍妍。我告诉你，风言风语我早听到了，你跟迟海东你压根儿就没断。我跟你求婚求那么久，你都不答应，突然答应了，突然就结婚了，突然就有孩子，这孩子是谁的？孩子是跟迟海东的。你跟迟海东怀了孩子了，没有下家了，所以你下嫁给我是不是？这孩子是你和迟海东的孽种，你是不是？你个贱货！你再说一遍，你贱货！你永远都改变不了。你给我站住！让你跟我进！月群，我们离婚吧。如果你有意见，请和我的离婚律师迟海东谈。迟海东，迟海东，给我出来！小伙子，找谁呀你？我找迟海东，我找谁？迟海东，他没在家，没在。什么事情啊？我跟你说他没在啊！哎，你别管了，我找迟海东有事儿。迟海东，别敲了那个，哎，那个你找他什么事儿？我凭什么告诉你啊？哎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们是他的岳父岳母。哎，岳父岳母，他什么时候结婚了？你先别管他结婚没结婚，你找他什么事儿吧？你就说他把我媳妇儿拐走了。这这不大可能吧？这他怎么会拐你媳妇儿呢？我媳妇儿写给我的信，你们看看。什么事？岳群，你叫岳群是吧？我们离婚吧。离婚协议我已经起草了，如果你有意见，请找我的律师迟海东谈。不，我明白了。你媳妇儿是不是找那个迟海东帮你们离婚做代理律师？因为他是律师，但是他拐你媳妇儿这是不可能的，对吧？真不可能。但我跟我媳妇儿离婚，关迟海东什么事儿？我是她老公，我都不知道，迟海东先知道这事儿。不是你这个话说的，不是？哎，你媳妇儿跟你离婚，你不知道？不是？那你这老公你怎么当的呀？哎，你们两位长辈，我不跟你们掰扯啊。你们知道迟海东跟我媳妇儿什么关系吗？什么关系啊？
我媳妇儿是迟海东的前妻，他离了婚以后还跟我媳妇儿没完没了的。不是这，迟海东，你把我媳妇儿弄哪儿去了？我把你媳妇儿弄哪儿去了？你给我少装蒜！我告诉你，你今晚不把妖艳交出来，我跟你没完！你别给我弄！不是你要干嘛呀？你我打他！我要干嘛？你打谁呀你？啊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我女婿，你打他？对。行，什么话好好说，是吧？屋里说，啊，走，不着急。这胳膊呀，只要是这么一较劲儿就不行。苦啊你还以为你年轻呢，老胳膊老。哎呦，慢点。哎呦，孩子，我听明白了，你一宿没回家，你回到家以后看到那个一封信是你妻子给你写的，要求跟你离婚。完了，你看完信你就开始怀疑了，你怀疑迟海东跟你妻子是商量好的，对吧？那个，我告诉你啊，不可能。迟海东这两天一直在我眼皮底下，跟我们家丽丽形影不离。你说你们昨天吵架那会儿，哎，我们正在家里面，我们商量他们俩婚礼的事情呢，哪有闲工夫去管你们那闲事？没那闲工夫。那我媳妇儿为什么让我来找迟海东呢？哟，哎，这你得问你媳妇儿呀，对吧？月泉，你信任我吗？我可以证明，这两天我们一直都在一块儿，燕燕也没有跟我们联系过。你现在最需要做的是赶紧去找人，娇燕还怀着孕呢。那我去哪儿找啊？这都什么事儿？动不动就玩失踪，玩闪人。迟海东，我媳妇儿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有这毛病吗？最好赶紧把他找着，他可能有产前抑郁症。走了。我的天哪！什么人呀，这是？迟海东，你前妻也真够作的。你说你怀一个孕，你怀着孕呢，你说你跑掉了，你有什么事情？你生完孩子再说。妈，走吧。去哪儿？去律所。干嘛去？你忘了约了客户啊？赶紧，来不及了。走啊！我们去。啊。去哪儿啊？我骗我爸妈呢。我看你心神不宁的，你是不是想去找焦妍妍？她主要怀着孕呢，我怕她有这个产前抑郁症。上回来的是你们家，这回又能去哪儿呢？不知道啊，咱俩一起去找找，好吧？不去了，你去吧，我在家陪我爸妈啊。哦，哎，那个这回你一回来呀，这个温良恭俭让，真的是面面俱到啊。后悔了吧？想娶我了吧？哎，不，这个还是有件事想问你。这个如果万一以后这个娶不了你，你爸会不会像林月群一样这个拎我？会的，最多打断你的腿。你怎么回来了？那个海宁说他自己解决就行。你好打了吗？好多。有人，他去找他前妻去了。丽丽，妈问你，是你让他去的，还是他自己去的？丽丽，你是妈的女儿，妈了解你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别看你爸爸现在是个糟老头子啊，年轻的时候帅着呢，真的。
反正我觉着比迟海东要帅。哎，1.80米的武生，全国有几个啊？就没有。追他的人多少呀？哎，大姑娘小媳妇的一大把。按你们现在的话说，什么粉丝？就那粉丝多着呢，真的。有人给他递纸条，哎，还有人堵到家门口来给他吃完了黄鱼要送礼啊。就那老秦，秦书成阿姨追他一辈子没得逞。而一个女人要拿住男人，靠的是什么？委曲求全啊！你说委屈要能求全，那人世间就没有悲剧了。那您靠什么呀？靠镇压，靠无产阶级专政？错了，靠的是胸怀。你看你妈能笑到最后，能把你爸爸从一个帅小伙子一直熬成一个糟老头子，靠的就是妈大海般的胸怀。您放心吧，您大海般的胸怀啊，已经继承给我。哎呦，反正这叫隔代遗传。行，你这样妈就放心了。其实一个家庭啊，就像放风筝啊，你说它飞得再高再远，那绳儿不是在你手上吗？一会儿迟海东回来，他愿意说就说，要不愿意说，那就问啊。哎，你马上就他媳妇儿了，你干嘛呀？你关心他呀，对吧？说明他的事儿你上心，你问。哎，真是气！我有多大人了啊！多大人了还抱我呢？大学一毕业就嫁给你了，从来都没有上过班。这次第一次上班，感觉还挺充实的。这里条件挺不错的，管吃管住，还有工资。最主要的是，跟孩子们在一起，我心情好多了。可是你现在怀着孕，能这么上班吗？我的高中同学是这儿的幼儿园院长，她老公是妇产科的医生，你放心吧。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你就告诉我。我现在只需要你帮我离婚。我觉得岳群恐怕不是这么想的吧？协议离婚得双方同意才行。如果他不同意，我就起诉。你要不要约他出来谈谈？你老这么躲着也不是事儿。我不想再见到这个人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每次打我，都求我说他一定会改，可是他从来都没有改过。后来我以为我们两个马上就要有孩子了，他也许会为孩子改吧，可没想到他变本加厉。海东，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一出生就跟着我担惊受怕，我要跟他离婚，越快越好。你说我这人吧，从来都是别人照顾我哈，
结婚之前爸妈照顾我，结了婚之后你照顾我。可是现在孩子就要出生了，我必须要做好准备，调整好我的状态。以后我得好好的照顾他。人都说这个坏婚姻是一所好学校，看来好像说的有道理。你好像长大了。你呢？我看你跟萝莉挺好的，快结婚了吧？看缘分吧。海东，萝莉是个好女孩，而且她挺适合你的，你应该好好珍惜她。有事求我啊？嗨，有个事儿确实得跟你说一下。好事坏事？我猜。坏事。我今天见着焦艳艳了。哈，果然被我猜中了。他怎么样了？跟岳群回家了吗？没有，这个他在一个幼儿园，不准备回去了。他呀，这个想跟岳群这个起诉离婚，想让我做他的律师。你觉得合适吗？现在是他最难的时候啊。不，咱俩先不讨论这个，先把他的官司放一边，咱俩先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。焦艳是你前妻吧？啊。前妻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们已经结束了，已经翻篇了。你现在是和我在一起，我特别想知道你俩究竟还有完没完了。你不能不信任我呀！我不信任你，你说这话你不亏心啊？焦艳告诉我说你强暴了她，你说你没有，我信任你了吧？啊，你说她有产前抑郁症，你要照料她，我又无条件的信任了你，我还要怎么信任你？我要再大度下去，我就该感动中国了。她现在要打离婚官司。放着那么多的律师不找，偏要找她自己的前夫，我的现男友。你别告诉我说她是为了省钱。那他说了这话，我也不能装听不见。我不是那么冷血的人。再说，你也不是那么小心的人。那两码事儿。凯东，你仗义，你好心，你当然可以帮他忙，但是帮忙是不是也得有点起码的原则和底线吧？我们要连这点共识都没有，咱俩现在就可以分道扬镳了。你不用考验我的气量，我现在就可以直白地告诉你，我没你想那么大气。行，这官司我不打了，好吧？我给他打电话。反正我想呢，他找我无非两个原因：一是他确实没钱，他的钱都被岳群扣了；二，他笨嘴拙舌的，找一个律师，可能都不知道该跟别人怎么说。我打了。我打了。你要非觉得这官司你放心不下，也不是不能解。什么条件？我来解。
啊。看什么呢？你看什么呢？我看我女儿呢。我也看我女儿呢。你说我女儿哎，真的是继承了我好多基因啊，特智慧。好基因都从你那儿继承的。老头，来坐下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你说，你坐下吧。哎，你说他俩结了婚以后谁管钱啊？你操这心的，谁管都一样。不是丽丽，我觉得她虽然聪明智慧，但是我觉得她在生活经验方面真的是一塌糊涂，真的不行。这钱呢，我觉得丽丽不行，孩子不行就让迟海东管呗。你有病啊你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这管钱的事儿多重要啊！男人口袋里啊，我跟你说，不能有钱，这越有钱就越危险。他万一要有一天有了钱，你说一下把持不住自己，对不对？一失足成千古恨，那你说怪我们是不是现在我们没有提醒他？是，这事儿你有经验，我这一辈子兜里就没过钱。不是，那你说你现在是不是过上了幸福安逸的晚年？是不是？是。不是，你看剧团里面那个杨导，啊，图一时痛快吧，哎，现在惨了吧？没几年吧，瘫了。小媳妇儿跟人跑了，多倒霉啊！那你怎么不说传达室那老谢呀？娶了个小媳妇儿，多活了10年。哎呦，真没正经啊！这事儿我得去跟他们说说去。别，你这时候跟他们说这事儿有点早。不早什么呀早？那行，那你说，你当然不能太过分啊。小池，那个吃包子。来，妈，你不用跟人家不是人。小池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啊，你不用那么客气。你爸爸妈妈不在了。阿姨，我爸还活着。不是，他出家了吗？那个，我会把你当亲生儿子看的。我跟叔叔就是你的爸爸跟妈妈了。哎呀，马上要结婚了。真快。你们俩人老大不小的了，赶紧的，抓紧时间生孩子啊！趁着我跟那个萝莉她爸爸还年轻，帮你们带孩子啊！我们全都包了。是受累的命。你们呢，踏踏实实的干你们的事业啊！我们是你们的坚强后盾。大家呢，结了婚以后呢，心得往一处想，对吧？劲儿呢得往一处使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不是，那个妈是想给你们提个醒儿，就说结了婚以后啊，在经济方面啊，就得要有一个人统一管理。老罗，你说咱俩过得幸福不幸福啊？幸福。肯定是幸福啊！我跟他爸爸啊，从谈恋爱到结婚，咱们那会儿拿多少钱一个月？你说？也就10几20块吧。不是，再加上那个上边给我们文艺界补贴的那个7块钱。反正我就知道那时候啊，咱们一共一个月也就50块钱。你看你都不信吧？真的就50块钱。你说奶奶还活着呢。3代人，家里面啊。统一管理都是由我一个人管理。妈，我跟海东商量过了，我们结婚以后啊，经济都是各自独立的。我听丽丽的。那不行，真不行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家里的钱啊，必须交给一个人来统一调配。这个该买啊，那个不该买啊，那个又该买啊，得一个人说了算。工资就甭说了，是吧？每月肯定全都上交，是吧？我就连那个演出费，每场就7毛钱，我全都交他。他知道的、不知道的钱，我1分钱不剩，全上交。真是1分1厘都交给我。你甭这么看着我，真的。所以我觉着吧，结了婚，你说要独立，好像真的。不是，小池，那你说呢？阿姨叔叔，咱们交流啊，
也不是一次两次了。有些话呀，我一直没能直白的说出来。那你说，你说。事已至此，没什么退路了。你们这一家人，啊，是个温暖的大家庭。你们定了，我就坚决执行。深明大义啊！小池，你确实是个懂事的孩子。丽丽，以后你不能粗心大意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买什么你都得记下来，知道吗？行行行，今天我不说这些了，那个回头我给你传授经验。吃，小池，吃啊。我总觉着吧，池海东知道焦爷爷在哪儿，这挺简单的呀，你找个人跟踪他呗。随意啊。你能帮我办这事儿吗？我啊，可以啊。你打算给我多少钱？算了吧，我还是自己办吧。哎，你看你这小气样，真抠门。在他们俩仅仅半年的婚姻当中，被告多次对我的当事人实施家庭暴力。被告分别于2013年9月17日、2013年11月15日和2014年1月15日对我的当事人进行无端的殴打。我的当事人为了维护家庭稳定，始终隐忍，直至最近的一次家暴，我的当事人已有孕在身，但被告仍狠心将其打至左脸颊红肿、眼眶出血、右臂软组织挫伤。被告屡次的暴力行为已经导致他们夫妻感情彻底破裂，无法调解。我的当事人心灰意冷，因此提出诉讼，请求法院判决：一、准许离婚；二、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10万元。他要离婚，我要赔他钱。他根本就胡说八道，我不同意离婚。烦请书记员播放我方提交证据。这是3次家暴后我当事人在医院的验伤报告。以上这些照片和资料，并不能说明原告的伤是我当事人所为，且对于原告提出的2013年11月5号，被告对其加害，我方持有疑义。我当事人当天正驾车前往保定，并未与原告在一起，怎么能对原告施以家庭暴力呢？你胡说！我记得清清楚楚，那天他本来说要去保定的，但是他后来没有去。审判长，他回家找我要房产证，我没有给他，他就开始打我。审判长，我方要求对方出示那天的不在场证据。被告是否有证据支持？有，烦请书记员代为传递。这是那天我当事人驾驶自己的克莱斯勒300C 轿车驶过京港澳高速保定收费口时候的照片。所以说，我当事人那天并未与原告在一起，如何能对原告施以家庭暴力呢？我想起来了，他说他那天把车子借给别人了，对，他把车借给别人了。还有别人可以证明他当时在家吗？没有。
原告与我当事人虽为二婚，但两人的感情基础非常的牢靠。2012年，原告搭乘的旅游大巴在途中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，恰巧我当事人经过，对原告施以了救助，并在医院陪同其治疗1个月有余。如此的关爱备至，就连原告的丈夫都不可能做得到。况且我的当事人与原告仅仅是萍水相逢，又怎么能说我当事人无视与原告之间的感情呢？对呀，你当时的丈夫去哪儿了？现在跑到这儿来凑热闹来了。我当事人与原告婚姻生活幸福美满，虽然偶尔也会争吵有矛盾，但并非如原告所说的我当事人对其动粗。在原告的诉讼当中所提到的家庭暴力，完全属于捏造和诽谤。不，你这个骗子，潘小刚，你颠倒事实，你颠倒黑白，你这个骗子！审判长他说的不是真的，审判长。审判长，综上所述，怎么办？原被告之间的感情还有可挽回的余地。我当事人愿意与原告交流沟通，相互理解，相互谅解，消除彼此之间的矛盾和误会，恳请法院调解。罗丽姐，怎么办？罗丽姐，你想想办法。审判长，请允许我方证人王明亮出庭。准许。您好，王先生，请问一下您的工作地点及职务？我是悠悠健身会所的游泳教练。请问一下，2013年9月17号下午您在哪儿？我在会馆上班。那您是否在会所见到了原被告呢？啊，见过。他们当时在干什么？他们当时在游泳馆里游泳。还有呢？就只有游泳。王先生，您仔细回忆一下，您那天是否见到被告将原告摁在水里，而原告不断的大声呼救呢？反对，反对对方律师蓄意引导证人。原告代理人，请注意你的询问方式。王先生，您那天不是这么跟我说的。麻烦您再仔细回忆一下，那天您在会所见到原被告的具体情形。就是在一起游泳，当时他们还有说有笑，相互泼水什么的。那您在干什么呢？哦，对了，那时候我快下班了。你说的不是真的，你再好好想一想啊！他说的不是真的。审判长，我没有问题了。被告，你们是否还有问题？没有，请证人签完笔录以后退庭。岳军，岳军，你太卑鄙了！岳军，你太下流，你太无耻了！别闹了，燕燕，咱们俩回家过日子好吗？你肚子里的孩子需要我这个父亲。我的孩子不会有你这样的爸爸的，你永远都见不到他。你这样闹有意思吗？退一万步讲，即使我们俩离婚了，我仍然有探视权。你们俩跟我一辈子也脱离不了关系。我随时可以去看望我的孩子。你不是孩子的父亲，池海东，池海东才是孩子的父亲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呢？审判长，池海东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，你没有权利来探视这个孩子。你胡说！你给我说清楚！那天岳军又家暴我就去找池海东，正好他的门开着，他喝多了，我就进去照顾了他一夜。后来我就留在那里过夜了。海东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还记得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吗？海东。池海东，你个王八蛋！我就知道你们这对狗男女一直没有散。池海东，你跟我说，孩子是不是你的？被告，请控制你的情绪。我没法控制我的情绪。现在这个孩子是不是我的，我都不知道，我怎么控制我的情绪？池海东，
你今天必须在法庭上跟我说清楚。我请求法庭跟我做亲子鉴定。对不起，审判长，我的当事人现在情绪非常的激动，我请求跟他说2句话。说什么？岳群，你得听我的。他现在是过错方，咱们抓住这一点，可以跟他争财产，可以反诉他。你要是不听我的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审判长，鉴于刚才原告在庭上对自己婚内出轨行为的自认，被告请求提出对原告反诉，请求原告对我当事人施以精神赔偿。被告提起反诉，庭后请准备相关材料。对不起，我不能让任何人伤害我的孩子。现在进行最后陈述，原告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尊敬的审判长，我的当事人焦艳艳之前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，因此她格外珍惜和岳群先生的这段感情。她和所有善良、平凡的女人一样，此生最大的奢求，就是能和自己深爱的男人平平淡淡相守一生。但她万万没有想到，他倾其所有的付出，换来的却是一次一次如噩梦一般的家暴。这样的暴虐和伤害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。法律的宗旨是让强者面对公正，让弱者得到保护。我的当事人焦艳艳是一名弱女子，也是一位准妈妈。我们坚信法律一定会给她予以保护。我们也恳请法院判决他们俩离婚，彰显法律的公正。原告焦艳艳起诉被告岳群离婚一案，法庭已受理。今天的审理就到这里，休庭，择日宣判。退庭。哎呀，我冤死了我！那天你又不是不记得，对吧？你爸都喝成什么样了？你和你妈费了多大劲才把他背走啊，对吧？我那天喝成什么样，你又不是不记得，我能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我都是直到第二天早上看他留那张条，我才知道他昨晚上在我那儿。但是真的是冤呀！我那天晚上我对天发誓，我是什么都没做呀。他来这件事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那我跟你说，不是怕你误会吗？你是心里有鬼，怕我误会。什么事儿你都说你怕我误会。上次他砸我家啊，你也说他怕我误会，哼，你可把自己装成一神经病。哎，你考虑过我的感受没有，陈海东？你考虑过没有啊？那他不是都跟你赔礼道歉了吗？对吧？而且你看你这不都原谅他了吗？我原谅他不代表我原谅你。那好，这样行不行？下礼拜开庭的时候，这个我去跟这个法官说，好吧？就说这个焦艳艳做伪证，这个我从离婚以后啊，确实什么都没跟他发生过，行吧？哈，你是想说我的当事人做伪证是吧？那你看，你现在这不是也是成全他的幸福吗？那你也不能因为成全他的幸福，你把我搁进去啊！你已经搭进去了。陈海东，啊，人呢？我在呢。那什么，这个咱俩出来说行不行？这么待着聊多别扭啊！别做梦了。等我进去啊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哎，我进来了。哎，你别急，你上回把我手夹断，你再把我手夹断怎么办？那你换只手夹。行啊，只要你今天心里舒服，我让你把手夹断，行吗？你夹。怎么可能嘛，对吧？我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儿啊？哎呀，你让我怎么发誓都行。我跟他离了婚以后，我跟他没有任何那种事儿发生。我知道你和焦艳艳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我生气的是，为什么咱俩好了以后，你还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帮他扛事儿？那我不替他扛，他
都倒霉成那样了，对吧？你想想，岳群是什么人呢？你要让他再跟他一块过的话，他不等于在18层地狱里活着呀？柴头，焦艳是你的前妻，罗丽是你谁？你是我老婆。咱俩结婚吧。好啊。我是说真的。我也是说真的。后天一早，咱俩就去领证，好不好？好。